第10课，挫折容忍力的综合应用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挫折几乎无处不在，孩子们面对的压力可能来自学业、人际关系，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小挑战。挫折容忍力作为一种帮助孩子应对这些挑战的核心能力，不仅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处理困难，也是为了让他们从中成长，变得更加坚韧和成熟。本课将带领大家探讨如何在学业、生活与人际中全面应用挫折容忍力，并通过家庭的支持，让孩子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。1、挫折容忍力在学业中的应用。志明刚上5年级时，数学成绩总是让他头疼。有一天，他满怀期待地参加数学小测验，却只考了60分。当老师把考卷发下来时，志明感觉脸颊发烫，心里暗想，我一定是全班最差的。回到家后，他把考卷藏在书包里，闷闷不乐地坐在餐桌旁。妈妈注意到他的异样，问了几句，志明终于忍不住哭着说，我真的不会数学。妈妈没有责备，也没有立刻帮他解决问题，而是和他聊起自己学生时代的一次失败经历，一次英文听写的低分。那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过，但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让我进步的方法。妈妈说完后，提议和志明一起找找他学习数学的方法出了什么问题。结果，志明发现他其实没有真正掌握基础概念。从那天开始，志明每天花20分钟复习基础题目。1个月后的数学测验，他拿到了85分。妈妈带着他去吃了一顿庆祝餐，并鼓励他说，每一次挫折都是进步的契机。挫折容忍力在学业中的应用，需要家长帮助孩子转换视角，从失败中看到成长的可能性，同时不要急于提供解决方案，而是让孩子参与到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。2、挫折容忍力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。淑芳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孩子，特别喜欢和朋友一起玩。一天，他的好朋友嘉乐突然不再理他，甚至在淑芳邀请他玩游戏时，冷冷地说，我不想和你一起玩了。淑芳觉得天塌下来了，回家对爸爸哭诉，嘉乐不喜欢我了。爸爸没有急着给建议，而是耐心听完淑芳的抱怨。之后，他和淑芳一起回顾了一些过去的友谊经历，帮助他梳理可能发生的问题。淑芳突然想起，前一天在课堂上，他因为抢答而打断了嘉乐的话，当时嘉乐脸色不太好看。或许嘉乐觉得有点被忽视了呢，爸爸轻轻提醒。淑芳第2天鼓起勇气向嘉乐道歉，还特意让嘉乐分享了一个他的故事，结果嘉乐笑了。
两人和好如初。人际关系的挫折常常来源于误会或沟通不良，教孩子如何面对友谊中的波折，不仅能提升他们的情绪管理能力，也能让他们学会理解他人，成为更有同理心的人。3、挫折容忍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。某个周末，世凯的爸爸决定教他骑自行车。起初，世凯满怀信心，但每次刚踏上踏板，就失去平衡摔倒。他摔了几次后，开始哭着说：“我不想学了，我永远学不会。”这时，爸爸给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第一次学骑车时，我比你摔得还惨，连邻居家的狗都跑来看热闹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每次摔倒其实是因为我太紧张，忘记看前方。要不我们试试放松点。在爸爸的鼓励下，世凯再次尝试。这次他真的放松了很多，并逐渐掌握了平衡。几个小时后，世凯终于成功骑了一段路，兴奋地大喊：“我做到了！”日常生活中的小挑战是锻炼挫折容忍力的好机会。家长的支持和幽默可以帮助孩子将困难转化为有趣的冒险。4、让孩子分享挫折与成功经验。建立家庭中的分享文化，是培养孩子挫折容忍力的关键。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例子：家庭晚餐时光。每周五，志明的家庭都有一个传统，分享挑战和骄傲时刻。大家围坐在餐桌旁，轮流分享本周面对的挑战，以及他们是如何克服的。即使有时候结果并不完美，每个人的努力都会被称赞。当志明说起数学考试进步的故事时，他的妹妹淑芳分享了如何和朋友化解矛盾的经历，而爸爸也讲了一个他工作中遭遇的困难。这种分享让孩子们明白，挫折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如何应对。5、巩固挫折容忍力的家庭活动。1、逆境晚餐。在家庭中创造一个有趣的逆境晚餐活动，例如假装忘记煮某道菜，让全家即兴解决问题。这不仅能让孩子们感受到应对挫折的创意，也能提升他们的灵活性。2、家庭电影之夜。选择一些讲述克服困难的电影，例如《海底总动员》或《脑筋急转弯》。看完后讨论主角是如何面对挑战的，并让孩子发表自己的看法。结语：挫折容忍力是一种能让孩子在各种挑战中茁壮成长的重要能力。通过在学业、人际关系和生活中的应用，以及家庭活动和沟通的支持，孩子们不仅能学会面对挫折，还能从中发现成长的快乐。记住，挫折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次次通向成功的阶梯。